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8日星期三，佛历11月下初一，万象晴，25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2.15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59 基普，涨幅 0.0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006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83.9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8.61 点，跌幅 2.71%。开盘 1422.55 点，最高 1427.06 点，最低 1375.33 点。成交量18万2千股，成交金额18879万6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571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50基普，交易额9319万8千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25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1万基普，涨幅 1.1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36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日本议会友好小组正式访问日本。近期，国会老挝日本议会友好小组主席图玛丽冯帕占女士率团应邀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众议院日本老挝议会友好协会主席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通报情况，回顾合作并规划了未来合作方向。老挝代表团还拜会了日本众议院议长福岛信郎，参观了国会议事堂，并就司法监督和法律制定等议题进行了经验交流。此外，代表团还拜会了日本外务省副大臣，赴其玉县考察，并参观了京都和大阪世博会。这次访问对深化老挝和日本两国间的良好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对促进两国议会及友好小组间的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全国佛教徒在初夏节参加布施活动。每年的佛历11月上15是初夏节，今年为10月7日，全国各族佛教徒纷纷按照传统，前往各地寺庙向僧侣和沙弥进行布施。特别在万象，活动隆重，秩序良好，并在布施前举行了听闻佛法开示等仪式。初夏节标志着僧侣3个月的安居期结束，之后僧侣可恢复弘法教诲。当天晚上，各地寺庙将举行烛光游行仪式，以供奉三宝，积累功德。同时，各河流上也将举行花灯船或河灯的漂流活动。3. 琅勃拉邦举办初夏节赛龙舟比赛。琅勃拉邦省香恩县于10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初夏节传统赛龙舟比赛。琅勃拉邦省组织部部长坎空彭马潘亚、香恩县委书记宋维佩端巴瑟以及省县各级领导、周边县代表、香恩县民众以及国内外游客齐聚一堂，共同观赏并出席了开幕式。宋维佩端巴瑟先生在致开幕词时表示，举办此次赛龙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香恩县人民自古传承至今的吉祥传统和优秀文化习俗。今年的比赛共有25艘龙舟参赛，比赛的总奖金价值超过9000万基普。4. 勒塔纳学院庆祝第31个老挝教师节。勒塔纳工商管理学院于10月6日举行仪式，庆祝第31个老挝教师节。学院领导、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参加。学院董事会主席宋佩勒塔纳辛博士回顾了教师节的历史。1907年10月7日，
陶侃先生成为法国殖民者承认的首位老挝籍教师。陶侃先生因领导抵制殖民教育而入狱，后越狱至泰国，于1949年去世。1945年解放后，老挝教育开始发展。为纪念老挝人民教师的贡献，老挝政府在1994年10月7日正式确定该日为国家教师节，学院每年举办庆祝活动，旨在提高师生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共同发展教学，以实现国家高效发展人力资源的目标。5. 琅勃拉邦跆拳道队首次夺得万象市长杯冠军。10月4日至5日，在老挝日本武术中心举行的第7届万象市长杯跆拳道比赛中，琅勃拉邦省代表队以微弱优势击败万象 PMS 俱乐部，首次夺得团体总冠军。比赛共有来自26个单位的450名运动员参加，旨在为即将到来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和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选拔人才。最终，琅勃拉邦省以7金8银6铜的成绩夺冠。第2名是万象 PMS 俱乐部，第3名是澜沧俱乐部，而上届冠军塔万俱乐部仅排名第10位。此次比赛进一步提升了老挝跆拳道竞技水平。6. 占巴塞省警方移交老虎尸体逮捕4名涉案男子。10月3日，在占巴塞省公安厅警察办公室，环境部门举行了仪式，将一具老虎尸体移交给占巴塞省农林与环境厅保管。省公安厅副厅长佩普万因通塞中校、农林与环境厅副厅长塞亚西西里帕及相关官员出席了仪式。据环境部门官员报告，9月12日夜里，调查部门的专业人员接获了来自占巴塞省孔县那方村检查站的报告，检查人员随后对2辆皮卡车进行了检查。在白色丰田皮卡车内发现了一具重达133公斤的老虎尸体，以及一把金色格洛克手枪和10发子弹。随后，警方依法拘留了4名嫌疑人，并正在对其依法进行起诉。7. 塞瑟塔县抓获闯入民宅的眼镜蛇。据老挝红十字会中央救援队报告，10月7日下午1点03分，救援队接到求助电话，称在万象市塞瑟塔县威昂查龙村有一条大蛇闯入居民家中。救援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进行排查，发现一条长约 1.5 米的眼镜蛇。救援队随后采取措施，成功将其捕获。为了保障居民安全，救援队已将这条眼镜蛇带到远离居民区的野外自然环境中放生。8. 老挝世贸那家俱乐部2支球队在快步云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中双双夺冠。老挝世贸那家足球俱乐部的 U9 和 U11 梯队，在10月2日至7日于中国天津举行的快步云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中双双夺得冠军。其中 U11 队在决赛中以4-0战胜杭州队，成功卫冕。首次出国参赛的 U9 队在决赛中以3-1战胜济南队，也成功夺冠。此次双冠证明了世贸那家俱乐部持续发展青少年球员的潜力和决心。为继续支持青训发展，俱乐部将开放支持渠道筹集资金。俱乐部的目标是持续培养老挝青少年球员，使其未来能够进入国家队，并在国际舞台上代表老挝，同时加强与各国在体育文化方面的联系。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